为什么歼20不配备机炮？五代机真的不需要机炮吗？这里是珠海的金湾机场，一架我国自行研制的歼20隐身战机正在做起飞前的热身。大家在感叹其精细的做工与科幻感十足的舵面机动时，也发现歼20并没有配备战斗机常见的机炮。其实，随着歼20隐形战斗机的服役，关于它为何不配备航空机炮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。一些小伙伴认为，第5代战机的性能已经超越了战机对传统机炮的需求，而另一些小伙伴则质疑歼20不配备机炮的合理性。那么，歼20为何不携带航空机炮？而第5代战机是否真的摆脱了机炮的需要？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歼20战斗机的设计理念。作为我国空军的新一代隐身主力战机，歼20以隐形和超音速飞行能力为特色，旨在实现空中优势并执行多种任务。其设计理念的关键在于融合先进的雷达和导弹系统以及高度隐形性。这种设计使得歼20能够在空战中依靠远程空对空导弹进行超视距攻击，而无需靠近敌方飞机，从而减小暴露风险。航空机炮作为传统战机的一项标配，在过去的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然而，随着雷达技术、导弹制导技术的不断进步，第5代战机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侦察和打击目标。此外，战机本身的隐身性能使得它们更难被敌方发现，进一步减少了机炮在空中作战中的必要性。除了技术的进步，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导致了歼20不携带航空机炮。首先，机炮的存在会增加飞机的重量和空气阻力，从而降低其飞行性能和隐身性能。其次，机炮需要额外的空间来安装和存放弹药，这可能会影响飞机内部空间的设计和利用。最后，航空机炮的使用还需要飞行员接受额外的培训，这增加了人员成本和时间成本。尽管歼20不配备航空机炮，它仍然可以依靠其他武器系统执行空中任务。例如，它可以携带各种型号的空对空导弹，包括 PL-15 和 PL-10等先进型号。这些导弹具有较长的射程和更强的制导能力。此外，歼20还可以携带空敌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，用于对地攻击和战术支援任务。从这些方面也可看出，歼20不配备航空机炮是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。但有些小伙伴也提出了不同意见，比如导弹将满足战斗机的全部需求的想法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盛行。在越南战争开始时，麦道 F4幻影2最初仅携带导弹进行战斗，但战斗的过程中，飞行员表现出了对机炮的强烈渴望。而且5代机发展到现在，老美的 F-22和 F-35的部分机型仍然配备了航空机炮。这些小伙伴认为，继续在5代机上配备机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首先，隐身战机有多种任务需求，包括空中对空作战、对地攻击、近程空战等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机炮可以提供更为迅速、灵活的近程火力支援，特别是在与敌机距离过近或导弹武器不适用的情况下。因此，保留机炮有助于增强战机在不同作战场景下的全面性能。其次，现代机炮系统也经过改进，以适应当今作战环境的需求。这些机炮采用了先进的火控系统和高精度制导技术，使得它们在近程空战中具有更高的命中精度和打击效果。这种改进使得机炮成为了战机整体火力打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另外，机炮系统也可以用于对地攻击任务，尤其是对于目标较小、需要精确打击的情况下。在执行这类任务时，机炮可以提供一种低成本、高效率的打击手段，有助于减少对昂贵导弹的依赖，同时降低对空中加油和后勤支持的需求。虽然机炮增加了一定的重量和复杂性，但在整个设计中被视为一种补充性武器系统，而不是主要的作战装备。因此，机炮的存在并不会对战机的整体性能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。在某些特定情况下，机炮的火力支援能力仍然是不可或缺的，因此保留机炮也符合实际作战需求的考量。而随着歼20的服役，两边持不同意见的小伙伴更是吵得不可开交。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战争形势的变化，
第5代战机的设计越来越注重远程打击能力和隐身性能，而不是传统的机炮火力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大家觉得，对于5代隐身战机，有必要加装航空机炮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